他不写书，也不宣言，他只提问：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灵魂的美？在市场与广场之间，苏格拉底将对话变成火种，烧进一个城邦的核心。他质问名声，嘲笑权威，对每一位自称智者的人说：我知道我无知，这便是我比你强的地方。雅典开始照见自己，思想竟如此锋利。战争带来恐惧，而恐惧讨厌提问者。他被控腐蚀青年，亵渎神明，成为雅典民主最古老的矛盾。言论自由何时变成了城邦的毒药？500名陪审员，他拒绝辩解，只陈述真理。他说，与其违背真理，不如接受死亡。在审判席上，他说出了哲人最孤独的信念：真理并不总是赢。他本可以逃走，但他选择留下。不遵守法律，比死亡更可怕。一杯毒酒送走了雅典最深的灵魂。哲学不再是游戏，而是选择的代价。他说，死亡或许是最美好的梦。这是黄金时代最后的反思与回声。苏格拉底死了，但带不走火种。反思成了文明的脉搏。柏拉图记录下他的最后话语：克里同，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。他最后的遗言献给医神。在苏格拉底眼中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一种解脱，是灵魂的痊愈。哲学之火传向千年，在黑暗中点亮理性的微光。苏格拉底虽死于城邦，却永远活在思想的历史中。